梅德韦杰夫狂言，特别军事行动初见胜利端倪。乌克兰空军跨国大轰炸，俄本土指挥部化为废墟。乌军深入敌后7公里，精准爆破，实施反包抄。苏30惨遭无人艇反杀。朝鲜弹药库存见底，减少对俄支援。精彩信息马上开始。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一个强权在现实与幻想的夹缝中挣扎时，它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不是他的坦克打光了，也不是他的国库见底了，而是这个国家的领导层开始集体陷入一种逻辑混乱的语言狂欢。他们开始用一种连3岁小孩都骗不了的说辞，试图为一场已经失控的灾难重新定义成功。2026年2月1日，俄罗斯政坛的2大重量级人物同时出现在镜头前，一个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另一个是担任俄外长超过20年的外交教父拉夫罗夫。这2个人在同一天发出了信号，让全世界的观察员感到一阵莫名的荒谬与心酸。梅德韦杰夫对着塔斯社的记者说，从多个方面来看，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的胜利已经初见端倪。初见端倪，这4个字貌似在火力军的记忆里已经是他连续第4年说出这样的话了。这就像是一个在马拉松跑道上跑了4年，连终点旗帜都没看到的人，却每隔几个月就停下来对路人喊，快看，我快要拿到奖牌了。说实话，梅德韦杰夫这场采访火力极猛，但喷射的方向却非常诡异。他没有去谈红军村的泥泞，也没有去谈库皮扬斯克那个被反复占领又丢掉的地区。他把所有的愤怒都宣泄在了遥远的欧洲精英们身上，且他用了一组非常没水平但情绪价值爆表的形容词。他说，我的感觉是一群蠢货在欧洲夺取了政权。他甚至称欧洲领导层是一群疯子，要么是完全不称职的无能之辈，要么就是正在伤害那些把他们推上台的国家的人。大家发现这背后的逻辑了吗？这是典型的防御性歇斯底里。当你在家门口的战争中连一个最初设定的政治目标都没达成的时候，最好的策略就是指着外人说，全是因为你们这群疯子不讲理。梅德韦杰夫试图把这场侵略战争升华成一种与2战卫国战争同样的延续。他说，我们是在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亲人。在火力军看来，这种逻辑其实有一种极强的即视感，这是一种对历史记忆的情绪绑架。因为如果俄罗斯不把这场战争与保家卫国挂钩，他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要把几10万名平均寿命只有12天的年轻人填进去那个无底洞。最让人傻眼的是，他竟然还顺便艾特了一下特朗普。他说根本不把特朗普之前的潜艇威胁当回事儿，因为他没看到俄罗斯海岸出现什么美国潜艇。这种一边期待一边鄙视的矛盾心态，反映出俄罗斯高层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欧洲和美国能自己先乱起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手里的残局强行定义为胜利。如果说梅德韦杰夫是无场，那外长拉夫罗夫在同一天上演的就是一个充满受害者心理的文戏。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第一频道采访时提出了一个近乎梦幻的假设。他说，俄罗斯人原本是可以过上无忧无虑、幸福美满生活的。听到这句话，你有没有一种在听落魄贵族回忆往事的感觉？在拉夫罗夫的叙事体系里，俄罗斯的幸福之所以破碎，全都要怪那些阴险的欧洲精英们。他认为欧洲为了乌克兰的利益，竟然牺牲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主动挑拨美俄关系，不让特朗普和普京和好。这话说的连火力军停了都想替克里姆林宫举一把同情泪，但他却刻意略过了一个最残酷的事实，是谁把70吨重的主战坦克开进了别人的农田。拉夫罗夫这种本该幸福论，实际上是俄外交体系彻底崩盘的悲鸣。他试图告诉那些买不起面包、拿不到17%国债利息的俄罗斯老百姓，你们现在受苦不是因为普京发动了战争，而是因为欧洲人太过阴险，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这种逻辑本质上是在为接下来可能的战略缩水寻找心理台阶。因为如果你把敌人描绘成一群完全不讲道理甚至自残的疯子，那么当你最后只能守住顿巴斯一角，悻悻然撤退时，你就可以对国内交代，我们不跟疯子一般见识，我们保卫了亲人，这就是胜利。所以俄罗斯的胜利究竟是初见端倪，还是最终的遮羞布？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了答案。一个连最初设定的既定目标都没达成，反而让对手拥有了20个重装军团和能飞2600公里的远程打击力，凭什么说自己胜利了？梅德韦杰夫口中的胜利，无非是感觉赢不下这场战争提前准备的台阶，是将这场史诗级的入侵惨败粉饰成辉煌的保卫战而已。如果说梅德韦杰夫在电视上的嘴炮是在营造胜利幻觉，那么乌军战机的连续行动则是把这层幻觉撕了个粉碎。就在1月底这几天，乌军战机接连出动，使俄本土和俄战区先后发生了连环爆炸。卢瓦 BC 新闻就报道称，乌克兰空军的战机公然飞进了库尔斯克的乔特基诺区域，机机身挂载着重型制导炸弹的对俄军实施了精准的大轰炸。报道称，经过前期的侦察部署，乌军先是锁定了俄军一处核心驻地，紧接着数枚精确制导炸弹从天而降，
俄方建筑群遭遇连续打击。爆炸的火光中，俄军一个前线指挥所和武器库当场灰飞烟灭。虽然俄军事频道拼命解释说乌军战机只是在边境蹭了一架，但这已经无法掩盖普京曾经画下的红线，现在已经成为乌克兰空军的起跑线。而且火力军有预感，这场空袭行动绝对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三位一体进攻。大家请看这个时间轴：1月25日，乌克兰钢铁边防旅向地面渗透打头阵，用 F-1无人机拔掉俄军哨所，紧接着空军的重锤就跟了上来。到1月31日时，战火就已进一步延烧到了布良斯克。有消息称，乌军战机再次飞抵斯卢霍夫斯克附近，精准端掉了俄军的无人机控制中心与防护掩体。多枚滑翔炸弹在空中划出的轨迹，简直就像是给俄军送去的催命符。为什么布良斯克这么重要？因为它连接了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三地，是整条防线的交通心脏。再加上2月初这几天，乌军突然加大的对俄本土的无人机空袭，完全符合火力军年初的判断。2026年，乌克兰的战略重点不再是守住那一两条战壕，而是要把战火彻底烧进俄罗斯本土。尤其是让莫斯科感到真正的痛。单单这1个月，莫斯科遭遇空袭的频率就已经创下了开战以来的最高纪录。乌克兰防长费多罗夫现在更是在玩一场技术换飞弹的高端博弈，他正计划用乌克兰领先全球的无人机技术去换取波兰手里的米格29战机。这意味着未来出现在俄罗斯天空的乌克兰鹰只会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军被炸得焦头烂额时，莫斯科突然宣布击落了一架 F-16，试图在宣传上用一场大捷来冲洗。结果侦察照片一出来，现场简直尴尬到了极点。因为那架被击毁的 F-16进气口线条生硬，比例完全失调。虽然详细情况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一架乌克兰用木头和帆布做的诱饵模型机的可能性极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乌克兰最近解密了一段影片，展现了海战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震撼一幕：一架俄军苏30被乌军一架自杀式无人机给反杀了。流出的资料显示，乌克兰海军在无人艇上安装了阿73空空导弹，在苏30准备俯冲攻击无人艇时，这枚导弹突然从水面射出，将这架价值几千万美元的战机直接凌空打爆，用无人艇击毁重型战机。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这再次印证了火力军之前说的，在2026年不要用旧时代的眼光去看待战场。当俄罗斯人还在争论胜利初见端倪时，乌克兰的机器人与无人系统已经在水底和云端给俄罗斯的精英部队量身打造好了墓地。这场战争的纬度已经彻底发生了降维打击，战场方向乌克兰空军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疯狂支援地面的反击行动。据诺尔报告报道，在南部扎波罗热方向，乌军战机锁定了谢梅尼夫卡附近的一套高价值奥萨防空系统。这原本是俄军用来保护后勤线的守护神，但当2枚制导炸弹呼啸着砸在他头顶时，这位守护神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航拍视频显示，遇袭后的奥萨系统还试图开足马力躲进旁边的树林，但他忘了天上的无人机正开着热成像在全程直播，他还没跑到树林边，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移动火球，黑烟直冲云霄。单掉防空网后，乌军的攻势像排山倒海般袭来。托克马克的维修站、赫里米夫卡的物资仓库全部沦为废墟，甚至连俄军宣传王牌中的王牌第76空降突击师的驻地也遭遇了毁灭性的精确打击。在那片被火光映红的雪地上，俄军的防线正在像融化的冰山一样出现了大面积的垮塌。让我们把目光转到红军村战场，这里正上演着一场拒止作战的教科书级案例。奥斯特报道称，乌军那支战功赫赫的精锐第225突击团已经正式抵达这块绞肉机，并在第一时间锁定了一个极其特殊的目标——一座废弃的养猪场。据悉，俄军为了躲避乌军无人机，就把这座恶臭熏天的猪场改造成了地下步兵掩体，里面堆满了俄军赖以生存的武器弹药。乌军的侦察小组非常有耐心，他们在暗处静静地观察，直到俄军的人员集结完毕，准备发动突袭的那一刻，乌军召唤了格里姆营的炮兵。无数枚155毫米炮弹像雨点般砸向猪场，配合无人机的精确补刀，从现场流出的视频看，多栋建筑楼在火球中崩塌，浓烟将雪地染成了墨色。幸存的俄军士兵像受惊的野兽一样四处逃窜，但等待他们的是早已埋伏在四周的第3突击营的刺刀。详细的战况还有待后续披露，但这场战斗告诉我们一个冷酷的真相：在2026年，如果你还在用增加兵力密度的方式来守卫据点，那这据点就是你的坟墓。目前乌军仍牢牢控制着红军村的北大门和关键的 T0515公路，这是乌军的生命线，也是撤退的通道。如果这条线丢了，乌赫勒尔达的惨剧就会重演。但看着乌军第7军成立的那个高效反应指挥部，火力军觉得俄军想切断这条线的难度不亚于徒手登月。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克兰特种部队联合了俄自由军团，玩了一手漂亮的反包抄。他们无视正面的纠缠，直接深入敌空区7公里。这个距离在现代前线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深度。结合实时战役地图可以看到，乌军突击队直接捅到了俄军的后勤软肋。
数个掩体被瞬间拔除，一个大型野战弹药库在火光中殉爆。这就像是在格拉西莫夫演戏的时候，有人在他背后放了一把火。毕竟这位总参谋长早些时候可是声称占领了库皮扬斯克的。目前，俄第6集团军、第3摩步师等开始从库城东面和北面发起多点进攻，试图阻止乌军向斯瓦托方向推进。卢甘斯克战场，乌克兰还打掉了俄军一台涅伯 SVU 雷达站。俄方曾宣称该设施的造价高达1亿美元，可以有效捕捉无人机的踪迹，但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是如此。说起探测雷达，插播一条不久前得到的消息：德国正计划构建自己的卫星导弹探测系统，此举旨在应对越来越不稳定的美欧关系，减少对美军情报和武器的依赖。对欧洲来说，白宫的不确定性正在急剧增加，他们越来越感到不安。目前欧洲大国中，只有法国的武器和情报系统相对独立，德国显然也要走这一步了。金融时报披露称，在未来几个月内，欧洲可能会取代美国成为乌克兰的情报来源。与此同时，法国还正在准备新一轮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方案，其中包括更多的幻象2000战机、ICMPT 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响尾蛇导弹。乌克兰防长费多罗夫则希望巴黎还能够提供 SCLP 巡航导弹。其他国家的援助也在路上，拉脱维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批的无人机，其防长斯普鲁兹还和他们来了个亲切合影。据悉，乌克兰已经生产乌军前线使用武器的60%，其余40%由合作伙伴提供，而这些都意味着普京想靠耗干援助来赢得战争的计划已经彻底失败了。雪上加霜的是 Next Day 新闻披露，朝鲜通过海上管道运往莫斯科的弹药数量在最近1个月内出现了暴减。俄罗斯那边的口径是恶劣天气影响航运，但如果你是老观众，你一定知道这只是借口，真相是什么？北约情报分析指出，朝鲜自己的弹药库存也快要被普京给掏空了，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讽刺！曾经号称世界第2的俄罗斯，现在竟然把朝鲜的粮食都吃光了。但让人警惕的是，虽然弹药少了，但人变多了。大批朝鲜士兵正在库尔斯克边境集结，甚至有传闻要进入扎波罗热战场。一旦这一步迈出去，整场战争的维度将会瞬间扩大。这不是普京强大的表现，而是他手里已经没有美元，也没有卢布，只能靠出卖地缘政治的未来来换取一线生机的最后挣扎。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是怎么看梅德韦杰夫的胜利论的？或者是你认为朝鲜士兵的直接参战会成为普京翻盘的最后底牌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你喜欢火力军的视频，记得订阅、点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你的支持就是火力军最大动力。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